女足的演员名单里赫然出现佐藤健的名字时，我就知道这事儿绝对不简单了。周星驰不语，只是一味的展示自己的人脉上限。大家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的是，周星驰为啥放着国内一大票流量小生不用，偏偏选中了佐藤健呢？要把这局跨国大棋看懂啊，咱们得先把聚光灯打在佐藤健的身上。很多国内观众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日剧里的深情男主，或者一张能扛住漫改镜头的俊俏脸庞。但只要你稍微摸一摸日本演艺圈的底牌，你就会发现这个男人在日本影视界的地位是一刀一枪用血肉之躯生生劈出来的。佐藤健的开局是日本国民级特摄大 IP 假面骑士电王，在这个被戏称为帅哥跳板的系列里，他接到了一个地狱难度的剧本。他饰演的男主野上良太郎是一个软弱倒霉的高中生，但体内却要被4个性格迥异的力魔神轮番附体。这意味着一个刚满18岁的新人要在同一个镜头前无缝切换热血、圆滑、蛮横，甚至带一点妖娆的4重人格。没有面瘫，没有 AI 配音，佐藤健硬是靠着对肢体语言和声线近乎变态的控制力，把这4个分裂的灵魂死死地钉在了屏幕上。这部剧让他一战成名，但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娱乐圈，光会演戏只能保证你有饭吃，想爬上金字塔尖，你得有拿命搏的筹码。真正让佐藤健在日本影坛封神，也让他彻底走进国际视野的，是2012年开启的浪客剑心系列。在这个大量依赖电脑特效、绿幕抠图和替身演员的松弛时代，这部漫改动作电影选择了一条最原始、最笨重的路。佐藤健饰演的绯村剑心，动作要求不仅要快，还要带着一种违背物理常识的新颖感。为了吃透这个角色呢，佐藤健把自己关在训练馆里熬了整整几个月。你看剧组后来流出的幕后花絮，简直让人头皮发麻。没有威亚的过度保护，没有慢动作的定格，他在倾斜的屋顶瓦片上狂奔，在泥坑里翻滚滑铲。导演大有其始，是出了名的细节控，长镜头一摇到底，动作戏稍有瑕疵就得重来。佐藤健手里那把逆刃刀挥得磨破了手掌，虎口全是厚厚的老茧。他在片场经常被打得满身淤青，下戏后拿冰袋随便敷一下，转头对着镜头继续挥刀。日本的演艺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套严苛的职场法则，哪怕你是顶流，在公司的眼里也是个拿固定薪水的社畜，迟到要挨骂，演砸了要冷藏。佐藤健就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打磨出来的。他对身体的控制力，那种在镜头前快如闪电却又收放自如的核心力量，正是动作电影最稀缺的硬通货。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一个会打的武夫，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让资本为他疯狂的是他身上罕见的双栖体质。2020年将恋爱进行到底，他演活了一个表面毒舌、内心温柔的医生，直接引爆了亚洲女性观众的少女心。到了2022年，网飞投拍的《初恋》横空出世，佐藤健凭着这部充满宿命感的纯爱剧，直接横扫了全亚洲的流媒体播放榜单。他在日本本土、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牢牢盘踞着庞大且具有超强购买力的粉丝基本盘。一个靠真功夫折服男性动作迷，又能靠演技斩获全亚洲女性观众的男演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演艺圈都是顶级稀缺资源。看懂了佐藤健的底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周星驰的选择，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功夫女足是星爷野心勃勃的复出之作，经历了新喜剧之王的口碑争议后呢，他太需要一管猛药来打破华语喜剧现有的叙事僵局。这20年里，内地的喜剧市场早就被各种草根团队和脱口秀演员瓜分殆尽，观众看着那几张熟悉的脸，下一秒要抖什么包袱都能猜个8九不离十。那为什么不找国内的流量小生呢？咱们把话敞开说，星爷的剧组内娱那些被粉丝捧在手心的小祖宗们根本伺候不起。在国内的造型流水线上，一个小鲜肉进组，背后跟着一个连的助理，天热了要吹空调，拍动作戏怕蹭破皮，武打动作全靠替身露背影，正脸切过来全是用鼓风机吹头发的特写。而周星驰在片上是什么人呢？那是出了名的暴君，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回眸，一句不到3秒的台词，他能冷着脸让你重拍90遍，还要把演员身上所有的明星包袱、所有精致的伪装全部剥洋葱一样剥干净，逼出那种深入骨髓的带有市井粗粝感的小人物底色。这种摧毁式的心理高压，内娱那些连句完整台词都说不利索的流量明星，谁扛得住呢？而佐藤健简直就是上天送给周星驰的完美拼图。论动作底子，佐藤健那一套实打实的剑心身手，配合星爷惯用的无厘头物理夸张，绝对能砸出前所未有的火花。论敬业程度，日本那套严苛的工业体系训练出来的演员，听话耐操，执行力强，导演让在你里打滚，他绝不讨价还价。更
更绝的是语言壁垒带来的天然喜剧感。一个异国帅哥被扔进充满市井气息的无厘头语境里，那种鸡同鸭讲的懵懂和帅哥落难的局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爆款笑点。当然了，这也是一场资本的高端局。如今的电影市场早就过了单靠内地院线卖票就能盆满钵满的时代了，跨国流媒体平台的版权买卖，全球化的发行网络才是真正的大头。周星驰的顶级 IP 光环，加上刘嘉玲的华语圈国民度，再绑上佐藤健在亚洲新生代里的号召力，这套牌打出去啊，是要赚网飞和全球票仓的钱呢。佐藤健需要一位传奇级别的华人导演帮他彻底打开国际电影圈的厚重大门，而周星驰需要佐藤健去撬动整个亚洲的票房基本盘。这是一场各取所需的豪赌，更撕开了当下演艺圈的一块遮羞布。